现在试的是无极 CU250，无极的首台 V 型双缸机，价格呢16980，双缸每缸4气门，每缸采用的是单凸轮轴。最大功率呢20千瓦，9千转爆发，整备质量呢172公斤，1.46米的轴距，710的座高，前轮120，后轮150，全新的发动机动力平台。那么就先测发动机，这台车呢有空挡保护，必须挂着档才能拉高转，所以测发动机震动的时候就用上了扎带绑离合。这台 V 型双缸机是带有平衡轴的。从小水平页面波动的情况上看，传递到车把的震动是比较小的。用同样的装置，我测过很多台车，大家是可以直接对比小水平的画面的。这台发动机的震动算是比较小的那一种。我也试了1、2、3、4档的级数，1档表显48，2档表显75，3档呢表显105，4档呢表显124。对一台最高转速只有1万转的250来说，算是比较舒的。以这台车这个齿比的话，级数应该出现在5档，6档完全是作为超速档或者巡航档用。之前我测 CU525 那台也是这样的设定，这样的设定对省油也有一定的帮助。6档60左右的时候，转速大概在3700转左右。由于条件的限制，加速和油耗没办法测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测试可以大概看得出下限油耗的高低，就是小油门开度动力爆发的情况。我测试过几百台车，发现一个规律：小油门开度动力调得比较冲的，换种说法说，就是动力响应比较快，爆发力比较强的，它匀速时候的油耗比较难做得低。在上一期视频就讲有过了。这样的调法呢，一档很难维持一个稳定的速度，你拧一点速度就上来，收一点速度又下降，想要维持15或者20公里匀速行驶是比较难的。这台1档速度定到15、18、20都比较轻松。而且缓慢加油门没有突然发冲的感觉，这样小油门开度ECU的调法呢，好处是比较省油，而且低速小油门开度的时候动力连接比较平顺，但是发动机的发热量会比较大一些，而且这个缸离裆部也比较近，所以会感觉到有点热量。这台车的空滤箱在右边，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看到节气门阀，而左边呢应该放的是点火器的高压包，而碳罐呢放在这里。发动机的代号 2V53，2V 呢就是 V 型双缸， LS 呢就是龙芯，53呢就是活塞的缸径，那么行程就出来了 56.4。减震的调法呢还是以偏舒适为主。我们看一下前减震的预载，车身的重量呢会用掉1/5的行程，如果再加上人坐上去的话，会用到总行程的1/4多一点，所以前减震的预载呢还是偏舒适更加多一些。而且压缩回弹的速率呢也没有过分的追求运动，好处是过一些快速的颠簸，吸收颠簸的能力会比较强。如果压缩阻尼调得比较硬的话，过一些颠簸呢，前减震没办法快速压缩，就会把车子顶起来了。如果阻尼太软了，过一些大的颠簸呢，又很容易触底，所以太软和太硬都不行。后减震的调法和前减震很相似，回弹要比压缩慢一些。我们接到通勤的调法呢，压缩比回弹快一点，这样的压缩能更好的吸收颠簸，回弹慢一点呢，能在吸收颠簸的同时，能更好的拉住车身。如果压缩和回弹都调得快的话，那么和开船没什么区别呢，上下晃个不停，余弹也多。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预载，车身的重量也用在总行程的1/4到1/5，人坐上去的话会用到总行程接近1/3。它和 CU525 最明显的减震调法的区别就是后减震更加舒服。CU525 呢，后减震是没有那么大的行程的，更多考虑的还是舒适性。刹车的制动力呢也比较足，中后段的制动力不差，比较容易就能捏出 ABS。如果卡钳制动力比较弱的话，是很难捏出 ABS 的，而且这套 ABS 介入的不算保守的。刹车成绩呢我做出来了 14.8 米，远远没有达到卡钳制动力的极限。如果把 ABS 拔了，把所有的制动力都用在轮胎上面，成绩还能好上一个级别。因为装 ABS 的时候怎么捏都没出现胎响，所以轮胎和卡钳的极限都没达到，它只是达到 ABS 的极限。这台车骑起来像小一号的 CU525， 后减震更加舒适一些，轴距更加短，也更加灵活。行程加长之后呢，底盘也更加高，弯桩的极限也会更加高一些。总体来说是变得更加舒适，更加灵活。V 缸结构的重心本身就比直列双缸或者3缸要更加接近中线，所以结构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的。
16900的价格基本上和竞品相当，但是他们一台车我都没测过，所以他们的调教取向也不好说。但是奔达是更加偏向于风格的，所以它自成一派，其他的呢都比较相近，更多拼的是机械素质还有品质。CU-250的各项的调教没有明显的偏科，后面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拿一台来测一下准确的数据。对于这台车的外观呢，相比之前无极的车型呢，又有所进步了。发动机和水箱的部分呢，看起来更加饱满，而且也更加整洁一些。外观设计的东西在这我就不做评价了，因为是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大家一看就能知道了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。